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清水江边，在这边呢有一栋闲置的木房子，已经是有好几年没有住人了。主人家到城里面做生意去了，然后房子呢就一直空着。他前一段时间告诉我说，房子呢如果有缘人想需要的话，一次性的打包将近是20个左右。我就说了，什么样的农村房子能够值到20个呢？那我就好奇，今天过来看一下。他说房子周边接近有5、6亩地，都是橘子地，都可以使用的，但是不一起参与进来，可以使用，但是不参与啊。只有这栋房子，然后这边的橘子地都是他们家的，这门前的橘子地也是他们家的。现在基本上是没什么管理了，基本上每年也不加什么肥，所以它的经济效益并不是特别好。他说，如果需要在这边管理的话，像这样的一些老的品种，需要给它更新换代，换成新的品种，这样子呢，树林它也会慢慢的长起来，以后它的整个盛果期时间会更长一些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，加上那边还有厢房，相当于4开间、5开间了。房子还是挺宽的，整个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加上这个院坝，接近是有300多平左右。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栋房子，它周边的土地5、6亩之多，基本上给它打理一下就可以出来了。然后门前呢就是清水江，从这边走到清水江，接近也就100多米。到了夏天到清水江去钓鱼是非常方便的。然后这栋房子啊，距离县城有15公里，距离镇上啊有3公里左右。在这边生活啊、取快递啊、买这个生活物资啊，都非常的方便。当然，我也和房东在电话里面说了，我说20个有点太贵了，很多人是可能会闻到这个价格就不会想要了。我就说，那如果居住的话，一年将近多少？他说1个月要900到1000左右，差不多一年要1万多块钱。因为周边的土地很宽嘛，种点橘子，然后就可以很容易的就回本了。那整个房子他也说了，基本上已经是装修过的，按照农村来算，这样的房子确实装修过了，只要简单的进行一些添置一些家具啊，水电也是有的，然后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拎包入住的。那现在我们话不多说，走进房子带大家看一下。还是老规矩，我们先从厢房看起。这边呢有道单独的房门，推开之后就是他们家的厢房了。这里面呢是有一个小小的卧室，也算是一个储藏室。因为种橘子嘛，每年需要的地方比较宽，可以放一些东西。你看这些都是一些这个筐，还有地面呢都是铺了一些布，就是放这些橘子的。那边还有一些这个筐，都是储存橘子的一些东西。这里面呢有些生活的家具。走过来之后，这边就是相当于正屋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门前的视野，特别的开阔。开门见山吧，还可以看到清水江呢。然后这边也是一个房间，推开门进去之后是有一个卧室，然后有床，有衣柜，这边还有冰箱。其实房东偶尔呢还是会回来的，因为这个房子呢经常还是看到有打理的迹象。他也说了自己做生意很忙，儿女呢都在外地工作了，所以家里这边的房子呢就一直空着，自己以后很可能啊也不会回来，所以说他才考虑一次性的给他找到有缘人。推开门进来之后，这是一个堂屋了。整个堂屋呢将近宽有10多个平方左右，然后做了水泥的硬化，两边呢都是卧室。其实没有多宽，房子呢基本上装修的还是挺不错的。就像他说的，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拎包入住了。
两边呢都是有房门，可以进入卧室里面的。这边都是有床，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物品。然后旁边这里也是一个房间，也留的有单独的房门。应该是过年的时候，一家人呢还是回来了，有些衣柜啊之类的。整个卧室呢也是10多个平方，没有多大。从堂屋进去，就是他们家的一个算是厢房了吧，在背后呢是扩建出来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还是挺宽的，也是一家人生活起居啊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地方。这是一个厨房了，然后那边呢是一个猪圈。再过去呢，还有一间，是他们家应该是熏腊肉的地方。那边呢，我是看到了一个火塘，这边呢有些碗柜。整个背后的这一间呢也是挺宽的，而且基本上中间是没做隔断。平时啊，一家人生活起居的场所呢留的都比较宽，只是房间呢，我觉得这栋房子留的比较小。其实最喜欢的还是他们家门前的景色，开门见山，还可以看到清水江。这边实在太宽了，如果加以利用的话，可能在这边把这个橘子树种植好，再养点鸡鸭，再养点羊，然后1年基本上都可以把房租给赚回来。这独门独院的房子，住在这边几乎是没什么邻居。下方呢有2栋房子，基本上也是没人居住。1年呢不会回来几次，挺安静的。如果把周边的土地给它收拾出来，大家觉得这栋房子究竟值不值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